翻书70年代，母胎单身的她，今天终于要结婚了，新郎还是个大帅哥。少铎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。不许再叫少铎了，叫老公。老公，老婆。初八这天是江庆和傅少铎办婚礼的日子，江庆早早就起来化妆了。葛明丽看到老三两口子的房间，房门依然紧闭着，皱了皱眉。怎么回事？魏彤还没起来呢。可不是，都啥时候了还睡觉？这人咋这么心大？人家可不是心大。你三嫂这人没点眼力劲，我去叫他去。大嫂，别去了，他想睡就让他睡吧。干啥这么惯着他？江庆笑了笑，没吱声。魏彤，马上给我起来！这时听到外面传来詹玉敏的大嗓门，詹玉敏嗓门响的整个屋子都能听到，所有人都被震了下。于凤家这会儿才明白，为啥刚才小姑子不让自己去叫魏彤，感情是等着婆婆来的，让婆婆逮着还不骂个狗血淋头。一切收拾妥当，傅少铎也到了。等接到江庆两人下楼时，大家伙都在夸他们两个男才女貌，好般配。小轿车的速度快，先到了傅家，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进了傅家，把不大的房子塞得满满当当。江庆到了傅家，没说几句话，就去外面炒菜了。大杂院里众人见到惊讶的不得了，没见过谁家结婚新娘子出来做饭的，老傅家的儿媳妇也太贤惠了吧，竟然亲自掌勺。这一看就是常在家做饭的，手法娴熟，炒出来的菜光看着就好吃。婚宴上的大部分菜江庆都提前做好了，只需要再加工一下就行，有个别的卤菜直接装盘就行。小庆，你这小姑子可挺有意思，感觉人不坏，就是性格有点腼腆。他的话差点没让江庆笑出来。傅山怎么可能腼腆？他不过是得罪完自己不好意思罢了。11点1刻，每张桌子上都摆了10道菜，鸡鸭鱼肉样样都有，味道香的，光是闻一闻就要流口水的程度。在最后一道菜做好后，江庆脑子里响起叮的一声。恭喜宿主，目前技能点数为5.2，完成终极烹饪技能任务，任务奖励。哗的一下，江庆只觉得脑子里一道白光闪过，下一刻他震惊地发现脑子里多出无数的菜谱。就在刚刚那一刻，江庆完全掌握了脑子里的所有菜谱。这任务奖励简直逆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技能点数达到100，完成高级烹饪技能任务。等等，中级才5点，高级怎么要100点？这都不一个数量级好吧？呵呵，凭刚刚拿到的任务奖励，想达到100技能点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请宿主努力，达到高级烹饪技能，会有更加丰厚的奖励。这次的奖励已经逆天，下次的还能更丰厚，那会是什么？酒席开始前，傅少铎和江庆一人身上带上一朵大红花，站在了台子上。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，江庆唇角飞扬，下意识朝傅少铎那边看过去。傅少铎也在看他，眼睛里满是深沉温柔的爱意。少铎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。不许再叫少铎了，叫老公。老公，老婆。喝交杯酒。不知谁喊了一声，接着有人把酒杯塞进他们两个人手里。在眼下的气氛烘托中，两人只能交叉着胳膊喝下自己酒杯里的酒。很快仪式结束，江庆和傅少铎也坐到桌子边，跟大家一块吃饭。吃饭吧！大家立刻拿起筷子，向自己早就看好的菜夹过去。菜一入口，所有人都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不大一会儿，桌子上的饭菜就被席卷一空。婚礼结束，所有人都离开了，屋里顿时只剩下傅少铎、江庆小两口，还有父母和傅山。这会儿天色已经晚了，傅少铎进了屋。嫂子，怎么？吃饭时我听我哥说起你在农场干的那些活，做的贡献，我觉得很对不起，之前对你态度那么不好，嫂子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的，我没怪你。傅山低头从衣兜里掏出2块手绢来，塞进江庆手里。江庆看了看那2块手绢，都是大红色的。这是嫂子，这是孟非姐绣的，算是我俩送你的新婚礼物。小山，你说实话，这2块手绢都是丁孟非要送给我的吧？是不是被你截胡了一块？嫂子，等你再回来，我给你补一份结婚礼物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留一点你三嫂。傅山后面这句话令江庆立刻警惕起来。我三嫂，你说魏彤？对，就是她，她也在纺织厂，和我不在一个车间，跟孟非姐是一个车间的。魏彤不认识我，我却听孟非姐说起过她，这个人心眼不好，在厂里风评很差，你多注意点。小山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会留意她的。傅山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跑了。江庆望着傅山的背影，笑了笑。这个小姑子消除芥蒂以后，性格变化真的好大呀，还不错的样子。至于魏彤，短短几天接触下来，江庆已经差不多摸清了他的性格。不过傅山能主动提醒他，江庆还是挺高兴的。边想着，江庆拿了毛巾回了屋。江庆走到床边，
傅少铎正躺在床上，微闭着双眼，也不知睡没睡着。少铎，傅少铎躺在那里，一动都没动，好似真的睡着了般。他拿着毛巾仔仔细细擦净傅少铎的脸庞，擦完，江庆正要收回手，猛地握着毛巾的那只手被傅少铎一把拽住。你没睡？江庆一句话没说完，被傅少铎一把拽上床，翻身将他压在了下面。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江庆心口砰砰乱跳。喝了那么多，傅少铎怎么都没醉？傅少铎俯视着他，眼神里忽地带上几分委屈。你今天掐我了，好疼。江庆顿时愣怔住。我啥时候掐他了？等等，好像真有这么回事。在婚车上的时候，我掐了傅少铎的手，这家伙也太记仇了，竟然一直记到现在。给我吹吹。傅少铎竟然把被掐的那只手伸在江庆面前。江庆哭笑不得。这么幼稚的一个人，真是傅少铎吗？江庆和傅少铎举办了婚礼，到了晚上，傅少铎将他压在了下面。新婚之夜，可把两人累坏了。喝了那么多，傅少铎怎么都没醉？小庆，傅少铎低低唤了江庆一声，声音无尽的温柔，仿佛化在了人心里。江庆脸烫得像发烧一样，傅少铎猛地俯下身，亲了上去，极尽缠绵。到后来，江庆觉得舌头有些麻，就在江庆马上要喘不上气时，傅少铎终于松开了他。然而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。我想要，可以吗？没等江庆答复，他又吻了下来。疼痛袭来的时候，江庆咬牙忍着，仍是没忍住，小声的哼了一声。傅少铎听到他痛楚的声音，立刻慢了下来，温柔而小心的让他慢慢适应。江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。我爱你。第二天早上，江庆睁开眼，感觉身体酸软的不像话。不着急，你再睡一会儿，天色还早。对了，你脖子上有一块红色，有点明显。哼，都怪你，我一会儿怎么出去？怎么见妈和小山？要不咱们就不出去了。江庆被他话里的暗示给吓着了，把被子往身上一捂。我还要去吃饭，我好饿。傅少铎忍不住笑了。走吧，吃饭去。这里怎么办？我帮你挡着。哎，这要怎么挡？这家伙才发现他还有这么不靠谱的一面。放心吧，小山上班去了，妈跟老姐妹逛街去了，都不在家。江庆这才知道他是在逗自己。江庆从床上下来，发觉腿脚酸软，一下没站稳，好在傅少铎一把扶住了他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江庆气得白他一眼。我这个样子还不是拜你所赐？傅少铎瞧见他的神色，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一把将江庆抱起来。你干嘛？傅少铎没说话，快步抱他去了外屋，走到饭桌旁，将他放在了椅子上。有腐乳要吃吗？要。这顿早饭两人吃了很久，吃完饭，两人对视着笑。江庆感觉喝的小米粥都快成甜粥了，甜得哭得慌，可他总也不腻。江庆回屋里又躺下了，迷迷糊糊间，他猛地想到一个问题：昨晚什么错事都没做，不会怀孕吧？这个想法惊得江庆直接坐了起来。不过好在大姨妈刚走没多久，现在应该是安全期吧。这么想着，江庆终于安心下来，重新躺下身。他不着急要孩子，而是还想过一段二人世界，不想那么快被孩子给打扰。江庆刚躺下，傅少铎从外面走了进来。脸色怎么不大好？很难受吗？他隐隐的担心，这方面从来没经验，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程度的不舒服。要不去医院吧？哎，去什么医院啊？你怎么好意思？再说我脸色不好，又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为什么？没什么好瞒的。江庆打算实话实说，就是咱俩昨天那样，会怀孕的，以后还是注意点吧。你不想生孩子？没，只是不想现在生，我还想和你过一段二人世界呢。我想要咱们的孩子，只是不想那么快，给我时间准备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再睡一会儿吧。他起身要走。你陪我，我一个人睡不着。好的，我陪你。傅少铎躺上来，江庆一咕噜钻进他宽阔温暖的怀里。睡觉吗？睡觉。江庆应了一声。江庆后来才发觉两人所说的睡觉压根不是一个意思。这次傅少铎果然如他答应的那样，最后时刻留在了外面。放心，不会怀孕。还算这家伙听话。他一觉睡到了下午，听到外屋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是傅少铎和父母在说话。江庆顿时不好意思起来。新婚第二天，自己就这么晚才起，不知道婆婆会怎么想。要是知道她和傅少铎胡闹，才起得这么晚，那也太丢人了。如果不知道，单纯以为我人懒，那也不好。江庆忐忑着从屋里走出去，傅少铎反应很快，看见是他醒了，赶忙迎过来站到他身前。醒了，睡好了吗？都几点了，还睡不好？起来了也不叫我。没事，我跟妈说你着凉了头疼，需要多睡一会儿。听他这么说，江庆才算放下心来。那妈没说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刚给你熬了姜汤，正好去喝。我没感冒，多少喝一点，反正对身体没坏处。小两口在一边嘀咕了半天，父母在不远处没听清他们说什么，想着是两人说悄悄话，见他们感情好，父母也高兴，就没打扰他们。等两人说完话，往他那边走。小庆，过来喝点姜汤，多喝点，别感冒了。知道是父母的一番心意，江庆没有推辞，接了过来。妈，你去忙你的吧，
小庆这边有我。行，那我做饭去。父母乐呵呵的出了门，去外面做饭。江庆很感激父母的心意，只是这么一大碗，实在喝不下去。这时旁边伸过一只手，从他手里拿走了大海碗。江庆惊讶的扭头，便看到傅少铎一仰头，将剩下的姜汤喝光。别这么看着我，你男人定力没那么好。江庆脸疼得一下绯红，他撇开脸不去看他。我去帮妈做饭。说完就快步走了。父母那边当然没有什么要江庆做的，不仅没有，他还一直推江庆回屋。江庆现在才不会回去，他可不好意思再听傅少铎说酸话。